现在转入室内突击科目。是。下站。发动。郑伟，你怎么来了？我正好路过，过来看看。红衣啊，走，我跟你聊聊。好。乐乐，这次你们的任务完成的非常圆满。你也不看是谁带队啊？啊，不过不是我啊，是孟涛。啊，乐乐班长，明明是你嘛，怎么变成我了呢？因为你是新兵。新兵？新兵怎么了？我告诉你，咱们山豹旅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有了功，班长必须让给战士，老兵必须让给新兵，排长必须让给班长，连长必须让给排长。这是哪儿的规定啊？这是国外的一支很牛的特战分队的规定，也是兄弟连精神。你们是？一会儿向你的领导汇报，就说我们袭击了车厂，这边所有的车辆都放置了磁性炸弹。你们到底是？我们是海外派来的恐怖分子。不对，你们是山豹旅的，肯定是。哎呀，聪明啊，知道就好。但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就炸掉这边所有的军车。来，马上给你们领导打电话，让我们领导赶紧过来，否则30秒之内开始起爆。我不信，你们不敢。啊，不信是吧？你们还真炸！值班室，王参谋，我是306战备车厂，这里遭到袭击，车厂发生了剧烈爆炸，快派人来啊！他们说，领导要是不过来的话，会把这里所有的车辆都炸飞。看清楚是什么人干的了吗？海外，他们说是海外。你们还要干什么？啊，没事了。刚刚我们给狗打了麻醉针，一会儿就好。你们待在这边别出去啊！车上全是磁性炸弹，有热感应触发装置，人一靠近就爆炸。等领导来了，我就遥控解除。如果领导不来，嘿嘿，那就等着后半夜一个一个爆炸了。哎呀，你们值班也很辛苦，给你们带了宵夜，别忘了吃。没水，怎么了？
班长没水，没有水。对，快去看看这水阀打开没有。班长，里面有炸弹，全部退后5米。班长，是假的。我们走。电瓶啊，什么玩意儿啊？主任，你看，三豹旅干的。他们山豹旅想干什么？主任，你看，还有这个，太不像话了，太过分了！等靠近一点再打。撤！首长同志，怎么了？没事，没事。马上去车场。是。苏列文，你们怎么看这车场？晚上都干什么去了？他们给我打了麻醉针，是怎么进来的，我们也不清楚。主任，要是演习，你应该提前跟我们通知一声才对啊！这样子半夜3更搞偷袭，弄得鸡飞狗跳的，既影响了士兵们休息，也影响了上班时间，怎么可以这样搞呢？而且他们还在路上伏击主任的车。战区陆军前几天也有过一个这样的消息，说是最近要搞一个警钟行动演习，可没有说今天晚上要开始呀，更没有说要袭击我们集团军的装备车厂呀。这山豹旅也太牛了吧！演习就演习嘛，有必要搞得像真的情况一样吗？主任，你一定要向战区陆军首长汇报一下情况，要不然山豹旅就更加无法无天了。我已经向首长做了口头汇报，你们再仔细的核查一下损失的情况。报首长，装备没有任何损失，军警也醒过来了。山豹旅还留下了夜宵，说是我们执勤很辛苦，特意犒劳我们一下，我们谁也没敢吃。还是热的，你们拿过去吃吧，不吃也浪费了。谢首长。不要谢我，要谢山猫女。哎，这下你放心了吧？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全部安全返航。我担心的不是咱们旅，是被攻击的单位。咱们已经够温柔的了，哎，完全是蜻蜓点水，伏笔蹭痒。如果这个行动的怎么样？按照您标注的路径，几个部门很容易就进去了。只是战区陆军财务处设置的2道防火墙，有点固若金汤的感觉。但是细细推敲，也只是条马奇诺防线，3绕2绕就进去了。你们确定没被发现啊？别说他们没发现了，就我们大老板发了财，也不说请我们出去吃一顿啊。什么意思啊？你们2个背着我动什么手脚了？啊？没有啊。啊？这一个晚上，
山豹旅不仅烧了530油料库，炸了战备车厂，黑客小组还干了3件更可气的事儿：对战区陆军情报处干部处的电脑发起网络攻击，盗出多份重要档案资料，临走时又进入财务处的数据库浏览一番，顺手牵羊把2000万元资金转入到山豹旅的账户上。一夜之间，战区陆军部队多个部门和单位同时遭到攻击，战区陆军机关炸了锅了。邢司令员，这简直太无法无天了嘛！山豹旅是专业化的蓝军，可不是专业化的土匪。如果任由他们这样胡作非为下去，我们军还怎么正常工作嘛？不止这几则，有的是呢。这都是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吗？是的，昨日凌晨3点，前后持续10分钟，油料库、战备车车厂同时被袭。有没有人员伤亡？油料库战士1支枪被缴，人员被压在会议室门外，仓库主任受了点轻伤。好的，杨副军长，你们先回去吧，我们会查实的。是。报告。你。司令员，今天早上又发生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不可思议的事？是，就在10分钟之前，有人给我发了条短信，上面写着：“请阁下清查财务账目，看是否被黑客转走2000万军款。”2000万？是，我觉得这应该是条恶意短信。如果真的是恶作剧的话，司令员，这可太过分了。核实了吗？已经派助理员去调查了。这样，你先回去，走任人员查一下这个钱的去向。是。喂，什么？真的被划走2000万，在山豹旅的账户上？好，司令员，这钱被山豹旅账户转走了。你们财务账上的钱怎么会让山豹旅给转走呢？这，给你发信息的这个人，就是偷走钱的黑客。是，还好这钱没被坏人转走，还在咱们战区陆军的账户上趴着，只是换了个单位而已。这样吧，回去好好查一查，还有没有什么丢失的东西。同时呢，彻底查一查，漏洞究竟在什么地方，漏洞还有多少。是。司令员，保卫处长来电话，情报处干部处都有文件被盗，均遭到黑客攻击。看来韩鹏他们动手真快呀！哼，这是事先下了通知的。要是事先没有个警钟计划和吹吹风，还不知道出现多大的纰漏呢。这件事情，上级已经知道了。消息传得这么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现在不是千里的事了，一上网，坏事传全球。哼，韩鹏他们那边还没有动静。哎，你看看，这是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参谋长，这是韩鹏他们谋划的镜中行动的具体方案。是的，这是他们送来的。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他们是昨天晚上10点钟送过来的。我看了一眼，只是一个演习方案，又这么晚了，我想等今天上午看完了之后再给你打电话的。可谁知道，这山豹旅的计划是昨天晚上开始行动。去，通知韩鹏同飞来见我。是。参谋长，我到司令员再去一趟，还不知道司令员要发多大火呢。哎，叶参谋，这是怎么了？参谋长昨天一路上都不放心，虽然这是一次计划中的演习，但具体惊动哪个单位、什么时候发起，首长还是想具体把握一下，就怕山豹旅他们
分寸把握不住，再有些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想到他们先斩后奏了。那参谋长担心什么？参谋长现在最担心的是，专业化蓝军的事业刚刚起步，反对和质疑之声就已经不绝于耳了。一旦负面的声音过大，再惊动了陆军的首长，专业蓝军的事业就可能一夜夭折。有这么严重？哼，说不定参谋长都得牵扯进去。喂，山豹旅吗？我是，对，请你们韩旅长和童政委马上到沈参谋长办公室来。对，越快越好。你说会牵连到参谋长，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参谋长事先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况且昨天下午你们还在陆航旅呢，这些你我都可以作证。这么完整详尽的一个袭击计划，没有2个月，肯定是搞不起来的。怎么会一点声音都没有？是啊，太不像话了，详尽度没有。大家都到齐了吗？除了山豹旅的2位主官在路上，其他人都到齐了。好，那就开始吧，大家请坐。今天把你们几个单位的领导召集过来，我们开个会。昨天晚上，山豹旅搞了一次小小的战术演习，被袭击的单位是 C 集团军下属机关、战区陆军机关直属单位。由于事先没有跟大家打招呼，造成了很多同志的不满，还有责问。这件事情也惊动了陆军要求我们把情况彻查上报。这样下去还了得？这哪是演习啊，跟恐怖袭击有什么两样？军改我不反对，但要有章法，要有秩序。这么个搞法，能提高战斗力吗？就是嘛，我是看不惯的。司令员，你说吧。今天请大家来，只是想听听大家的看法和意见，算是茶话会吧。出这么大的事儿，一个油料库，一个几百台车辆的战备车厂，几乎就是一夜之间被端掉了。开个茶话会就算完了？完是完不了的，只是想听听你们，算是受害者的申诉吧。那袁副军长，你先说。好，我们已经把情况如实汇报，我们不反对搞演习。如果有通知，有预案，我们肯定会积极准备，尽力协助，希望能够跟我们军的军领导通个风也好。现在这样搞，弄得我们很被动。对山豹旅也不能太放纵了吧？还有什么意见，都讲出来。他们所讲的意见，也是我的看法。战时和非战时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搞这种突然袭击，我认为是哗众取宠。山豹旅打败808、909，我看凭的不是真本事，而是歪门邪道。如果事事都可以这样，还有什么道德、正义、规则、纪律可言？演习就是演习，没必要搞得那么耸人听闻。沈参谋长，山豹旅这个计划你知道吗？知道。既然知道，你就应该跟这几位首长吹吹风啊，哪怕是跟集团军的首长通个气也好，弄得大家灰头土脸、虚惊一场，对山豹旅满肚子意见。司令员、政委，这个课题就是我下达给他们的。同志们，作为专业化的蓝军部队，就要有针对性的选择战区所属部队的某些薄弱环节进行攻击，这就是敲响警钟，达到警示作用。战区陆军参谋部经过2个多月的调查发现，部分海边防部队、战区陆军机关直属单位在安全保密方面漏洞较多。这怎么可能呢？其实几天前，战区陆军就下达过警钟行动的演习通知，不能说没有提前吹过风。
没有打过招呼吧？可是恰恰就没有引起一些单位的足够重视，抱着侥幸心理，还在等待着战区陆军再进一步的告诉你们几点几分山豹旅要攻击哪个单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急需防范的漏洞，能这么明显的暴露出来吗？这仅仅是一次内部的演习，如果真的是境外的黑客来袭，这个损失和后果，你们自己去想吧。韩旅长、童政委、参谋长被司令员叫到大会议室开会去了。大会议室？是啊，司令员、政委、财务处、干部处、情报处、Y 集团军和保障部的领导都在呢，你们抓点紧啊！看来这事儿不小，一会儿见到首长你别说话，我来说。哎，军事训练上的事儿，我能不说话吗？这不是光军事的问题，这是违反纪律的问题，是我政委该管的事儿。党委书记该出面了。不是，我觉得这闲事你就别管了。你不是马上就要走了吗？我一天没走，一天就是这个旅的政委。哎，同伟，Y 集团军是担任第1战区沿海重要战略区作战任务的部队，也是这一前沿要塞区的情报和网络信息的集散中心。电脑多，节点多。经网络调查，发现防御漏洞很多。山豹旅黑客小组在演习发动前几天就轻而易举地攻击了这些漏洞，只是没有采取具体的行动啊。战区陆军赋予山豹旅在这次演习中有一定的自主权，战术上山豹旅自主决定。应该说，山豹旅并没有违规行为，只不过和我们习以为常的演习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山豹旅今天凌晨3点发难，哪怕提前1小时和我部通知一下也行啊，弄得我们真以为出了大事呢。如果都事先告诉你们了，这次演习跟走过场就没什么两样了。大家的意见我都能接受，如果受到了惊扰，我向在座的各位赔个不是。刚才沈参谋长也把为什么不事先打招呼的理由跟大家解释了，还有什么意见？请司令员指示。今天呢是茶话会，就不算什么指示了啊。喝了茶，我也想谈一谈我自己的感受。今天凌晨接到报告，说油库被烧，车厂被炸。一上班呢，又有几个部门向我汇报重要的情报失当，而且还被人偷走了2000万。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呢？说真的，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这个司令员肯定是当不成了。我喝杯茶，静下心来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山豹旅是一股真正的境外敌人，怎么办呢？我们还能像今天这样坐在这儿品茶聊天发牢骚吗？不会了。到那时候，我们就军事法庭上见了。大家觉得这种突袭扰乱了正常的生活秩序，不是和平时期应该有的生活方式。大家还觉得你是十分受委屈的受害者，是吧？关键是你让山豹旅这么一折腾，搞得威风扫地，没有脸面。总之，你们是不满，是愤怒，还要去声讨山豹旅，在胡作非为。但是你们想过没有，你们经营的这份家业，是你们自己的私有财产吗？不是啊，那是党和人民的。你们没有经营好这份家产，难道能怪罪山豹旅吗？能吗？什么叫使命感、责任感？我今天真是糊涂了。我们以前经常用电影的一句经典的台词：“
来调侃国军的愚昧。怎么说的呢？说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如果把今天这句台词套用在这件事情上，能不能这样讲？不是我们没有警惕性，而是山豹旅太滑头；不是我们没有准备，而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接到战区陆军的正式通知。能这样讲吗？能吗？小偷要偷你的钱包，他会告诉你：“同志注意了，我要偷你的钱包了吗？”这是一种很怪异的现象。同志们，我们肩负着重要使命，肩负着疆土、领海、领空的捍卫重任，却每天抱着这种极其幼稚、美妙的理念去生活，这让我十分想不通。这份警钟行动，我刚才翻了一下，山豹旅想做的事情，一夜之间全部攻击成功，这暴露了我们的防范意识薄弱到了极点，防御措施漏洞百出，千疮百孔，不堪一击啊！难道这种警钟我们不该敲吗？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啊！我们领导机关做错了事情，我们怎么去要求基层啊？今天山豹旅的警钟对我来说，实感振聋发聩。我是要脸面的人呐，你们丢了面子，我和政委、参谋长这脸上能有光吗？这政委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了。好，这里呢有一杯热茶，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喝，进进肺腑，回去后好好动动脑子，琢磨琢磨啊，也许你的思想就变化了，这废话就少多了，好吗？来。散会。本来有一个事情呢，要跟您汇报，但是参谋长，韩鹏和童飞在办公室等你呢，让他们一起进来聊吧。把他们两个叫到这儿来。好的。司令员，政委，这件事情我没有及时汇报，我有责任。沈参谋长，我看出来了，你一直在袒护山豹旅啊。山豹旅刚刚组建不久，干部的年龄都比较轻，热情很高，但是难免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您刚才不也为山豹旅担了不少的压力？我可不想为之袒护责任，警钟一响，责任就看得一清二楚。他们这帮干部也年轻，比较有热情。首长好。昨天晚上偷袭是你们干的吧？是我们干的。为什么不事先上报？我们准备上报了，是我的疏忽，上报晚了。我是问你，为什么不事先向沈参谋长上报？哎，是这样的，是我不同意上报的，包括沈参谋长，也是我不同意上报的。目的就是检验这些部门的敌情防范意识强不强，警戒能力和网络安全水平。这次演习造成一些损失，郝副主任受伤了，我负全部责任。我是政委，我也有责任。哎，当了首长，咱们就别说瞎话了。是这样的，政委呢一直坚持上报，是我不同意上报的。你这包里是什么东西啊？不会又是新的计划吧？哦，这是警钟行动的战略实施方案报告和战况分析报告。哼，这么快就搞出来了？全在这儿了。这个报告好啊，不仅注明你们对被袭击这些单位事先的秘密侦查过程、侦查手段，
作战计划和行动部署，动用武装装备和参与兵力的部署，指挥员的职责，袭击后的掩护、撤离路线等等，都有详细的说明啊。来，你看看，这很重要的一点，你们想到了，就是对这些被袭击的单位，今后的保卫、安全工作所提出的改进措施和意见。哎，韩鹏，你们从网上盗走的机要文件和钱都放哪儿了？那些东西我们都没有动，只是在电脑里边另存了一个地方。韩鹏、童飞啊，你们两个可不能有什么顾虑啊！刚才我们已经跟几个被偷袭单位的领导通过气了，组建专业化蓝军，那在我们军历史上那是从来没有过的。如何建设好这支部队，如何让这支部队在训练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我们一直在探索之中啊。你们这个警钟行动，那就是一种探索和实验。这种事情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演习的模式，那也是一种尝试，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探索的脚步不能停下来，还要继续前进，明白吗？是。观念的转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啊。要想步入现代化，不仅是用新的装备就能解决问题的。有一些单位新的装备早就到了，可封在库里，几个月没人敢动，他觉得用着不顺手啊，所以还是用旧的装备，怕影响考核成绩。习惯旧的指挥管理模式的人和单位不占少数啊。你们能积极的进取精神，我很赞成。好了，你们二位啊，回去吧，把首长的精神带回去，好好学习领会啊。但是也要面对现实，不能操之过急。回去吧。是。去吧。司令员，我这儿有一份电子邮件，说的都是大实话，但是也反映出了一些现实的问题。你念念。亲爱的政委，我们认为山豹旅这次偷袭事件，不管出发点有多好，确实在战区陆军上下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大家的反感情绪也不小。集中起来有这样几条：第一，和平时期没有必要搞得这样过火，毕竟战争离我们还很遥远。二，山豹旅虽然是专业蓝军部队，战区陆军给予了一定的特权，但也不能不受解放军纪律条令的约束，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三，训练演习阶段搞突然袭击，但日常生活状态也搞这种近似恐怖主义的行动，有悖于和谐稳定。四，专业化蓝军部队作为一种尝试可以，作为一种新兵种，常态化存在，是否合适有待商榷。没错，说的是大实话。我想我们是不是给自己出了个大难题呀？就像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你把这魔鬼放出来，各种各样的麻烦就接踵而来啊。那现在收手还来得及啊。是啊，这火是我们3个人点的，为了避免引火烧身，现在就把这盖子给捂住。如果现在就把盒盖给关上，那么唯一的希望也就不会出现了。对呀。要说我们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就是看着里边还有希望，我们冒险把这个希望放出来，就不可避免的遇到了很多麻烦、烦恼、阻力和压力啊。哎，这是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呐。那就干脆不调和，想推动改革的车轮前进，必然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现在问题已经摆在桌面了，我看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相信同志们的觉悟，把这份警钟行动的战况印发下去，让大家学习讨论，要把我们的认识变成战区陆军全体官兵的共同认识。
有司令员、政委这样的决心，我相信这条路啊是可以走下去的。不过，现在山包旅的自身建设很重要，现在所有的焦点全部都集中在他们的身上。陈参谋长，你去把战区陆军党委会的精神原原本本地告诉山包旅的同志们，不要让他们泄气，要给他们鼓劲儿。我知道。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光有司令你我的决心那是远远不够的，要形成机制，专业化的蓝军部队，这毕竟是新生事物，不可能完美无瑕，对吧？训练模式没有形成，机制制度都不健全，那肯定不被大多数人认可。大家有意见也是正常的，这比起我们10年前那成立 DH 要困难很多呀。有些问题我们是没想到，那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下一步该怎么走，你跟山包旅的同志们一定要认真仔细的研究一下。冯政委，说实话，我挺喜欢山包旅的这帮年轻人，有思想，敢实践。但是在现有的环境下，在特定的中国国情下，怎么扮演好假想敌这个角色呢？怎么掌握好这个分寸？我们真是没底了。哎呀，井中行动风波总算平静下来了，山豹旅也将转入战斗力全面建设方面。最让我放心不下的还是808和909两个旅，这是战区陆军的2支拳头部队，他们的改革转型成功，将对战区陆军其他部队编制调整和训练改革起着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但909旅似乎有点雷声大雨点小，而808旅则根本就听不到动静，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名堂。加快速度！龙大队长，这次选拔出来的队员是要参加国际安保任务，你可要一个个给我过关。这个请旅长放心，绝不会给旅里丢脸，更不会掉链子。好，有你这个保证，我就放心了。来，坐。哎，对了，旅长，我上次送上去的报告你看了没有？什么报告？就是关于增加特种兵300米低空跳伞科目训练的报告。好像有这么一个报告，可是还有一个潜水训练的。潜水？不是，我都送上去2月了，你看没看？看了，看了，我肯定是看了。那是因为什么给放下了？哦，是这样。老洪啊，你那个报告我看了，我是这样看的：你提出的那个贝斯计划，让特战大队所有战士都要掌握300米低空跳伞技术，是吧？对呀，哎，这是特种兵敌后投送、快速接敌的有效手段。士兵们在空中停留的时间越短，隐蔽性越好，突击性越强。你这个想法是好的。还有，你提出来要求特种兵掌握50米水下深潜技术，对，我不应该表示反对，因为都是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是。但你有没有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危险性大，是吧？对吗？危险性太大。但是我们已经有了很多保障措施，还有一套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是，这我相信。如果没有把握，你也不会给旅里打这个报告。哎，我说的对不对？对。但不能强求，不能强求全大队都做到。哎，可以选几个尖子，组成一个小分队。将来参加各种
表演比赛，尤其是上级领导来参观的时候，亮他1、2手绝活，这我不反对。但弄的人太多了，万一出问题怎么办？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有一套科学的训练方法。再科学也有科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啊。现在的兵都是90后的独生子，万一摔一个兵，我们对家长怎么交代？我劝你啊，不要搞全员都能达到低空跳伞的要求。你这个贝斯计划和想法是好的，但以后再说。光要那几个尖子表演有什么用？我要的是一支能形成战斗力的队伍。这以前没有低空跳伞，不也有战斗力吗？国外的特种兵低空跳伞那是必备科目。国外有计划生育吗？这跟计划生育挨得少吗？红毅，你听我的没错，中国的国情和外国不同，中国军队的训练标准就一定要比国外的低吗？红毅，你怎么总是跟我抬杠啊？啊，你想办的事儿，我就必须得批吗？这不是我个人想办，是为了打赢卫漳战争的需要。你帽子戴得再大也不行，你就是武断，不思进取。红毅。红毅，我跟你没有一点个人恩怨，你再用这些大道理压我也没用。我学的比你多，见的比你多，安安全全度过这年，对你有什么坏处？也不会影响特战大队的战斗力。你自己看着办。司令员和政委已经肯定了你们山豹旅的做法，这一点你们干部心里有数就行了。我为什么要这么说？首长的意思就是要多做事儿，少张扬。首长，我们也没张扬啊，我们连个军事馆都没有，拿什么张扬嘛？当然了，不张扬最好了。但是你们打了胜仗，加上偷袭战区陆军机关，山豹旅已经名声在外了，一举一动让人们感到了你们身上的霸气和傲气，这对你们山豹旅的建设很不利啊。这一点确实得注意。这次战区陆军专门以专业化蓝军建设为议题，召开了党委扩大会，统一了认识，并要求战区陆军各部门、各单位从自身找原因，不要不服气，不要搞窝里横，要参照外军找差距，对照实力找问题，在观念转变上要下大力气。但是你们自身也并不是没有问题啊。我们自身的问题，你看看，这就是问题，起码没有经过大脑思考吧？啊，或者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问题，才说出了这么不负责任的话。战区陆军首长是希望山豹旅的领导班子同志啊，要学会面对现实，正视现实。有些事情不宜急于求成，要学会点到为止。点到为止。首长有放弃专业化蓝军的想法，回到原先的互为蓝军的模式。首长可不是这个意思，只是首长有顾虑。首长以为啊，观念的转变不再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的确，这需要一个过程。那这么说，我们是太超前了。人家外军早就走在前面了，而且在不断的发展。咱们要是现在回到零点，那就是望尘莫及了。对，我们当然不能倒啊。战区陆军为什么要组建专业化的蓝军旅啊？就是想让训练更加的贴近实战。这已经在前几次的对抗演习中显现出来了。
对暴露问题、引领训练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啊，假想部队的出现会给部队官兵带来一种危机感，让部队官兵意识到，战争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我们要做好今天就打仗的准备，做好打胜仗的准备。以前建制单位互为蓝军的训练模式并没有错误，基地化训练，没有预案的背靠背演习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并没有过时。而专业化蓝军部队的组建和探索，是在原来的训练演习模式上的一种补充和提升，是训练手段的多样化，更逼真，更加的贴近实战。专业化蓝军的出现，与传统演习模式应该是相辅相成，而不是取而代之。战区陆军决定，今年秋天的澄海风暴演习，善报旅不参加直接对抗的任务，由908旅和2系装甲旅参演。那我们干什么呢？善报旅利用这段时间呢，尽快熟悉新装备，并形成战斗合力。好了，走了。韩鹏，你的扩招指标已经批下来了，标准没变，但是我的建议是宁缺毋滥，侧重高学历的人才，也要注重一些特殊作战的士兵。士兵嘛是战场作战的主体，我们要注重那些高学历、高智商的人才，但是同时，对那些小能人，还有那些小专家的特殊人才，也不能或缺，智和力缺一不可。智和力，对，清一色的大学生不是不好，但是扛枪负重、摸爬滚打，没有强壮的体格，没有特殊的爆发力和耐力，同样不适合战场作战。挑选独特的专业人才，也是蓝军部队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走了。我怎么感觉有点要被雪藏的意思？情况的确不容乐观。又闻到什么味道了？内部消息，战区陆军党委会上，沈参谋长做了检查，揽下了全部责任。什么责任？警钟行动啊！我们毕竟没有按时上报嘛。咱没有及时上报，就怕上边怪罪下来，这沈参谋长呢可以全身而退。哎，你们要检查也应该是我呀，处分、撤职都行。就应该把你撤，把你撤了，我就能回学院了。沈参谋长，还不是怕专业化蓝军这个新鲜事物夭折了？够哥们儿，够义气，有点呼啸刀光的意思。呼啸刀光是什么？我在网上啊认识一个大侠级的网友，化名呢呼啸刀光，经常跟我叫板。你肯定不服吧？总是让我骂得狗血喷头的，但又常常呢出言高屋建瓴，大有尊贤使能的胸怀，我又不得不跟着他思路走。很奇怪啊，骂并敬仰之。咱们就知足吧。现在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大领导3年5换，咱们能摊上一个这么好的顶头上司已经很不容易了。沈参谋长让咱们收敛点，咱们就收敛。哎，我有个想法，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啊？又有什么偷鸡摸狗的想法？我想从其他的野战部队调几名骨干过来。你想挖人墙角啊？909旅，红毅。旅长，你说的就是那个在狼山带特种兵潜伏6天7夜，最终被我们俘虏那个胡毅吧？是啊，他带了300多人，潜伏了6天7夜，你们想想多困难。这个红毅啊，是个人才不假，但是我听说啊，他是一个不好领导的刺儿头。是吗？是，我听909旅的人跟我说，红毅这个人很直率，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就直接的说出来，也不顾及别人的感受，经常在会议上直接顶撞楚占刚，造成内部矛盾。上次909旅特战大队在演习中没有发挥出特战突击的优势，就是2人矛盾造成的。我想把这红衣调来，会不会引起一系列麻烦？麻烦？你是怕他跟我顶牛啊？有这种可能，你还是3思而后行吧。再说，恒济海副大队长能力也不差呀。这个红毅啊，绝对是个人才，而且他在特种兵现代作战理论上面很有建树。
我是很希望啊，像弘毅这样的人才多几个来咱们山豹旅，好提高咱们训练的水平。你眼光还挺刁蛮的。弘毅啊，曾经在国际特种兵比武大赛上得过好几项第1名呢。我想楚占刚不会放他的，尤其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还上门去挖人，他不会同意的。难说，如果呀真像冯大队长说的那样，我认为啊这弘毅走要比留的意思强得多。如果我呢诚心去邀请他，我觉得呀他有可能来咱们山豹旅，而且咱们同时也算是给楚占刚卸了一个包袱嘛。你看你都说他是包袱了，你又何苦抢他呢？再说了，你把调人想的也太简单太容易了，一个团职干部能那么轻易的就调过来啊？就算楚占刚同意，那弘毅自己同意吗？你怎么会这么想？队长，这弘毅啊被我们俘虏过，你想他会愿意来吗？就是，我这只是个想法，但是事在人为，他跟楚占刚的矛盾，有可能是观念、理念上、工作方法上的矛盾，但他呢是一个优秀的军事人才，我就不想放过他。再说了，咱们是专业化的蓝军，不仅要在战法上多种多样，搞搞策反也是没问题的。你呀，什么鬼点子都敢想，但要我说，不能一时冲动，咱们得想好了再向首长报告。首长要是不同意，那一切都是瞎掰。这点我明白。我当然不同意他走。他第2次提出的低空跳伞训练计划你没同意，专业报告你没批，老楚啊，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政委啊，我对弘毅有看法，没必要藏着掖着。前2天在军里遇到军长，还说起他的事了。如果目前909旅没位置，可以先到军里保障不安之后过渡一下。他非要在这个阶段搞低空跳伞训练，万一出点事儿，对他有啥好处？但他已经在偷偷搞了，你知道吗？我呀，知道这个事儿，他跟我说过，现在一个中队搞，请了空降领兵的专家和伞剧场的工程师一起设计方案。看来呀，还是挺尊重科学规律的。我是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全大队300多名士兵，已经有230人掌握了300米低空跳伞技术。这哪是一个中队在搞，分明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嘛！如果他有把握不出事，算他运气；但万一出事，我是知道是不知道。下一步，还要求颁发低空跳伞合格证书，谁敢签发？不追究他就不错了，还要逼宫。他这次报计划，我更不能批了。马上到台风季节了，训练必须得停下来。我不批，就是要求他停。他是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所以才走的。哎呀，再有才没机会，那也是废材。你去劝劝他，别着急。晋升了上校，就又是一片新天地了。这干什么事都跟火烧屁股似的，好像今天不干成了，明天就要打起来一样。他这个同志啊，就是太不现实，老是沉浸在理想的浴缸里。哎，你去给他放水吧，愁死我了，真是。哎呀，好吧。头风的时候干嘛减速？怕什么？颠着蛋疼啊！对他没诚意。5动6车出发。5动6车好样！
这才是808旅的作风嘛！参谋长，把蓝军叫上来。是。发动拐，发动4，发11，出击！报告指挥部，靶场发现异常情况，不知哪个单位的坦克跑到我们的射击区域，是否停止训练？猪啊！死到临头了，你还有心思请示呢？等死吧你！指挥所，我是5栋3，我的车被不明来历坦克击中，发动机失火，这是怎么回事？笨蛋，光会喊就不知道打吗？拿坦克当宝马开啊！好，抓住时机。参谋长，这小子是谁？5栋拐车车长是去年毕业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小胡，叫胡东升。记住他，这才叫军人，这才叫打仗。5栋拐，我是王可正。5栋拐收到，首长请指示。打得不错，我请你小子喝酒。哎，旅长，又忘规矩了吧？什么规矩？不打翻身仗，808旅谁也不能喝酒啊！感谢首长鼓励，我不想违反禁酒令，请首长送点咖啡。我错了。5栋拐，感谢你直言不讳的批评，敢于直截了当的批评旅长，我给你记3等功1次。谢谢旅长，请把这一功记在山报里名下。这小子搞错了吧？怎么记在山报里的名下？是啊，这小子是不是高兴糊涂了？说得好，说得有道理，这小子将来一定有出息，好样！首长好，请您稍等，我马上报告。好，正。小同志，首长好，什么时候入伍的？报告首长，去年11月份入伍，今年2月份到808旅报道。老家在什么地方？江西吉安。哟，江西吉安。好啊，我们这支部队就是从吉安走出来的。老首长您好，我是值班的金参谋，请您到接待室休息一下，我马上往装甲训练场打电话。你们旅长不在家？旅长、政委还有参谋长都在训练场呢，1个星期没有回来了。装甲训练场跟营房才20多公里，怎么就不能回来呀？老首长，旅里有新规定，训练科目1天完不成的，按外训要求必须在野外宿营就餐。您先进去吧。好吧。班长，老首长怎么不坐车进去呢？你可不知道，汪司令来咱们旅都是在外停车徒步进去。这是为什么？不知道，去年来过一次，旅长、政委都是在门外等他，陪他进去。参谋长，下一科目是什么？好。下一科目，空地一体，陆航分队20分钟后起飞，对340高地实施侦察。坦克分队同时从左侧和右侧向2个山沟插进。什么？你说什么？好。旅长、政委，老师长来了。什么时候到？已经到了，在旅部休息室休息，说是要见旅长。坏了，老爷子找我算账来了。金参谋，你说。好，
老首长不打招呼，突然来，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808旅打败仗的消息，老爷子肯定知道了。这位，这样，你先去对付对付，就说我正在指挥实弹打靶，离不开。也行，我先去探探老师长的意图。如果他不是专门来找你算账的，那你就去见见他。如果他真要是来扒你层皮，那你自己看着办吧。郭参谋长，下一个我们开始吧。好。赵伟，赵伟，赵伟，要是老爷子要看军事馆，千万别带他去啊！怕什么呀？老爷子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告诉你，说不定他能一头撞死在知识碑上。哦，对对对，那我就尽量不提军事馆的事儿了。就这么定啊！好。旅长，陆航分队已经升空了。好。老师长，那个您别着急，我们旅长和政委啊一会儿就回来了。哎呀，老师长，什么风把你吹来了？王可章呢？哦，他在训练场呢，还有一个训练科目没完成，他让我代表他，代表全旅官兵，热烈。我不用你们热烈欢迎，我早进来了。啊，向您问好，向您问好。我问你，他怕我干嘛？总躲着我干嘛？我来能扒他的皮呀！我一个退休的老师长出门，路过老师部大门口，我来看一看，拜见一下王大旅长，合情合理吧？合情合理。老师长，您真的是路过啊？您找王旅长没别的事情吧？我离开808旅那么多年了，我离休都那么多年了。808旅，我说了也不算，是你们的一亩三分地儿，我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行了，你们的旅长忙，我走了。哎，老师长，你可不能走啊！马上开饭了。不就是一顿饭吗？啊！我告诉你，我到807旅吃去。我在807时担任过2年的参谋长。老参谋长回来一趟，还能没有饭吃？我兜里有钱。老师长，您千万不能走。您是我们老808旅第1任师长，您回老部队连饭都没吃上，我怎么跟上面首长、官兵们交代呀？我马上给训练场打电话，看他们训练结束了没有。王旅长就是再忙，也得回来陪您吃顿饭。老师长，您先歇一会儿，我马上就来啊！先歇一会儿，稍坐一会儿。小王，赶紧给老师长倒水啊！哎，人给我看住了，千万别给我放炮了。是。
好，现在转入室内突击科目。政委，旅长电话接通了。喂，你快回来吧，孟老是临时路过，饭都准备好了，饺子、大葱啊，煎饼正在找。你不回来，他不吃啊。不吃就让他带走啊，等他走了我就回来。哎，别啊！这顿饭孟老要是不吃就走，那咱们808旅的名声就彻底完蛋了。这比打败仗还丢人呢。不至于吧？不至于。你知道他去哪儿吃啊？他要去807旅去吃。他要真的去807旅吃了这顿饭，咱们808旅，你我，声名狼藉，臭名远扬。他要去807旅，这老爷子做事也太绝了吧！不出3天，啊，全集团军、全战区陆军都知道了，808旅现任的领导忘本了，老领导回老部队连饭都吃不上。还有，老首长拐杖不离手啊！不好，如果我不回去，会出大事。参谋长，你组织一下蒋平，等我接待完老首长就赶回来。好。好。老师长好，小兵王可征前来报道。老师长，王旅长从训练场赶回来了，咱们去吃饭吧。我是特意来吃饭的吗？政委，你怎么来了？我正好路过，过来看看。红毅啊，走，我跟你聊聊。好。红毅啊，调你到军礼装备部，先把上校解决了，你看怎么样？我知道，这是旅长的好意，也很感激他在军里为我的事一直在活动。可我，走吧，老师。哎，团长，走。听说这军事管理又增加了好多内容。没有增加，还是跟您去年来的时候基本是一样的。老师长，菜已经上来了，再不吃就凉了。吃饭不着急，关键要吃得舒服。那是啊。如果您事先通知我们一下，我们好准备准备，对不对？好了，别废话了，陪我到军事馆走走。去。啊，您现在就去啊？哎，还是吃完了再去看吧，还那样没变。看完了再吃不也一样吗？我呀，看完了我就走，我不给你们添麻烦，你们该干啥干啥去。老师长，你非要今天看呐？明天看不行吗？我跟你说，昨天我的老战友夫人给我打来电话，说我的老战友前天走了。哎呀，解放前参军的人，活着的没几个了，我还活着。我今天来看看，就是回忆一下和战友战斗的经历，
回忆一下808旅的光辉历程。说不定哪一天走了，我也死而无憾了。行，你们忙吧，我自己去。哎，老师长，您就是现在去了，你也进不去啊。为什么？钥匙在宣传干事手里呢。您先歇一会儿，我已经通知宣传干事跑步过来了。走，你走。走，稍坐。那您坐这儿吧，这儿凉快啊，您坐。军改还在继续，编制还在调整，旅里的变化也不小，撤编了炮团，组建成3个炮兵营，装备也在加快更新升级。朱荣生也改为副旅长了，你呀再等等吧。如果光是为了混军龄等位置，说实话，这和在地方上当公务员混年头有什么区别呢？那也就失去了我作为一个军人的真实价值了。军人的真实价值？也许我的认识有些极端，但对我来说，这才是我一直追求的东西。组织上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我非常感激。但在我的心目中，军人第一价值就是以个人生命维护他人生命，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受损失。如果有需要，第二价值才是自己的晋升进步。如果这个序列改变了，我想我在军队里也没有待下去的必要了。哼，这不是极端，这正是军人核心价值的内容嘛。最近啊，地方的公安特警经常请我去授课，在跟他们的接触中，跟他们一起参与处置突发事件的现场中，我感受到，他们几乎每天都处在紧张的临战状态中，或者天天都有战斗发生。他们要经常和劫匪、持枪歹徒进行面对面的生死较量，有时候生和死就在一瞬间。而我们呢？我们的训练面对的基本都是假想敌，或者一些毫无抵抗能力的木头靶子。就这，还整天顾虑重重，怕这个不安全，怕那个有危险。我们的战士也许动作很漂亮，可是，在实战中，是不是实用有效，真不堪说。因此，你加大训练难度。《孙子兵法》中就说到：“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 2年的义务兵，如果不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快的提高他们的基本战术技能，一旦战事爆发，生存都有困难。如果我们假设今天就爆发战事，我们的战士上得去，回得来吧。弘毅啊，我知道我很难说服你什么，但是我希望你呢，再考虑考虑。老师长，您请。老师长，您请。老师长，请往里面走。这是什么？这么刺眼？万科长，告诉我这是什么？
是遮羞布吧？给我揭开！你们还遮着盖着干什么？都支持了，还怕别人知道吗？我们是怕您生气。是的，我生气，我很生气，我非常的生气。您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对，无事不登三宝殿。你们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打了败仗，王可争不敢告诉我，这有情可原。他没脸见我，怕我骂他凶他。但这件事你不跟我说，那我不干。你们看看，那么一大块石头摆到了军事馆里，号称支持碑，在808旅的军事上那是没有的。你们真敢想，真敢干，真敢干！我还没死呢！老师长，您别动我！老师长，我们知道，早晚都瞒不过去。可是我们的确是怕您不高兴，因此就对我封锁消息。对，我不高兴，我非常的不高兴。但我也知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是你不应该瞒着我呀！我毕竟是808旅的首任师长。808旅的番号，那是中央军委授予的，那是一面神圣的旗帜。从那一刻起，808旅的命运就跟我这条老命拴在一起了。我虽然退休了，808旅那点事儿，我是永远放不下的。王可争，你打了胜仗，第一时间告诉我，不就是讨个表扬吗？打了败仗怎么了？就跟缩头乌龟一样了？老师长，打了败仗是我的责任。我们是想等打完808旅这场翻身仗，我一并向您报告。你是想以功定罪？我看你还是不敢担当。老师长，您就批评吧。要不，您用拐杖打我？你以为我不敢打你吗？老师长，我们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您指出来，我们一定改。我看你呀，也快到半百的人，我不愿打你。老师长，如果我们有做的不妥的地方，您指出来，我们改。不妥，当然有。你们立这个碑的时候，为什么对我封锁消息？这次你们打了败仗，你们有责任，我也有责任。老师长，您离开808旅都几十年了，您还有什么责任？哎呀，从我开始，老808旅就崇尚荣誉，强调荣誉至高无上，这没有错呀。但是我们缺少了对失败的教育，挫折的教育，还有你们定位的支持教育。多少年来，大家都认为
808旅是常胜军，没有污点，不能挨批评。从我开始，到师里的领导，都滋生了这种毛病。这次你们败给了单暴旅，我一宿没睡，我心里难受，我心里堵得慌，我不服气呀。后来，我打电话找邢司令，了解了情况。我看了你们演习全过程的实况录像，看了单暴旅的战术分析，也看了你们的整改报告。我发现我这个老家伙有点落伍了。我是一个老兵啊，我不能掉队，我要跟上队伍。在这轰轰烈烈的大军改中，我总要做点什么吧。老师长，您当我知道你们立这个支持碑的时候，我非常震惊。在此之前，我没有这个勇气。唉，46年第一次打兖州，我带1个连的兵力上去，就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牺牲了28名战友。哎呀，这一笔啊，到现在也没写进808旅的军事里。可你们让我生气的是，在你们立这个碑的时候，为什么没告诉让我参加？有了荣誉的时候，大家就沾沾自喜；打了败仗，就不敢站出来担当。这不是808旅的兵，不是808旅的作风。今天我来，我就是要告诉你们，告诉你们2个军政主官，告诉808旅的官兵，我孟淮南永远是808旅的兵。我孟淮南愿意跟你们在一起，跟同志们在一起，知耻而后勇，让我们一起卧薪尝胆。老师长，老师长，老师长，老师长。自从决战2017实兵对抗演习结束之后，王可争领导的808旅和楚占刚领导的909旅都在军事训练上暗中使劲儿，力求战斗力快速提升，各方面建设上有所创新。只不过指导思想和观念理念上有所不同，但体现在部队作风上，也就出现了明显的差异。韩参谋到，最近的训练还是要抓紧啊！一直没停，一直没停。2连的成绩怎么掉下来了？没有啊，一直都有提高。糊弄谁呢？军力来考核，2连啥成绩10发8中。这次是怎么打的？啊？10发5中。这不叫退步，叫什么？训练效果我不懂吗？只能越练越好，越打越准，越训越精。你没这倒好，半个月前给我打个优秀，昨天不及格，后天是不是也给我打个领带啊？